综合近期各媒体的消息来看，美国拜登集团各个高官在短短1周时间内密集访问亚太地区各国，尤其是大部分与中国往来密切的国家，成为了美国眼中策反的主要对象。而伴随着西方不断或调集或拼凑舰队的方式来南海为美国助威，中美在南海的对峙局面也愈演愈烈。实际上，此次西方势力不断介入南海，不光是为了向中国炫耀武力，彰显自己盟友众多、实力雄厚，还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知道，在近期，美国高官不断访问东南亚各国，核心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泛亚太的反华联盟阵营。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外长在近期很明确地警告西方，这种自以为是宣扬武力的行为破坏了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不会听之任之。这种犹如直接下战书的方式，其实也透露出了我国如今的国防底气，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势力不断介入南海势力，但真心实意为美国奔走的可能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了。反观高调来南海的英国和德国，其实行事风格上已经透露出了一个怂字。拿英国来说，从7月底进入南海，不到1周就跑到了日本，几乎就没有任何停歇。这显然和美国人的设想完全不一样，在整个航行过程中，与舆论宣传上的高调相反，全程保持低调，生怕一个反舰导弹就砸脸上。为了不踩中国红线，连台湾海峡都没过，绕道西太就直接去日本了。日本当时还想拉着英国舰队给自己壮胆，在南海来个军事演习，但英国根本就不接这个话题，相当于没听见，以至于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痛骂英国人没用。德国就更是如此了。美国媒体的报道是，德国军舰在8月2号前往南海与各国联手对抗中国。结果有人发现，德国国防部丝毫没有贴联合的事情，甚至连 China 都没写，就只说自己去访问上海的。这种自相矛盾，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腾飞带来的变化了。现在的日本仗着有美国撑腰，频繁与中国作对。表面上看，该国是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借对抗中国登上美国的战车，但实际上，日本也是在利用美国扩大自己的军事。说白了，在这些国家眼里，根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近段时间，日本接连发表涉台言论，干涉中国内政，拿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所规定的存亡危机事态说事，扬言一旦大陆进攻台海，日本保台就是保自己。不仅如此，还在近日的论坛中大放厥词，希望台当局也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可以说，日本如今的一系列举动，甚至比美国还要猖狂。中方多次警告，台海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日本仍然肆无忌惮，试图与美台一起阻止中国统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从头到尾什么时候说过要攻台？尽管中国统一大业是既定的事实，祖国统一是迟早的事，但攻台并不是我国所希望的。中国向来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两岸矛盾，至于武力统一，只有在不得已、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且进行。中方到目前为止没有说要攻台，足以说明还是认为有除了武力以外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日本却在这个时候不断煽风点火，加强在西南诸多的军事部署，其行为就差打响台海第一枪了。顺着这个角度来看，难不成日本想逼解放军武力统一？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但无论日本存在什么样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100年前的中国。面对日本的疯狂挑衅，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现在中国不使用武力反击，是在给日本及时收手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我国能够一直容忍。就在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视察了北方四岛，强化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中国公然站队普京。明知道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仍在随后就日方抗议俄罗斯总理关于南千岛群岛提议一事进行支持。我们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是得到尊重和遵守。赵立坚此番话摆明是在支持普京政府的立场。或许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包括日本内部在内的外界所有人均认为日本闯下大祸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很明显已经逐渐开始反击了。换句话来说，这是中俄联手迎战的信号。一旦两个大国抱团，日本的下场无异于被灭国。在8月1日，中俄这一天都对美国打出了统一拳，给被架在火上烤的美国再添一把火，逼得美军同时向中俄宣战。近日，中方宣布自8月1日起，适当提高烙铁、
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同时还将取消23种钢铁产品出口退税。这是近年来我国第2次调整钢铁产品关税。事实上，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由于疫情，欧美等国际市场钢材价格飙升，我国钢铁产品出口量显著增加。但是出口低端钢铁产品等于变相出口资源和能源。这个措施就是努力减少钢铁出口，压缩钢铁产量，而中国钢材出口减少，直接影响到国际钢材市场的价格。同时，俄罗斯也宣布，自8月1日起，俄罗斯加征金属出口关税，包括铝合金材料、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材料。国际市场对金属材料需求十分旺盛，俄罗斯加征关税不仅加大俄罗斯企业利润，和中国限制钢材出口一样，都能对欧美基建造成冲击。事实上，拜登曾多次推广其基建计划。近日，美国国会两党宣布，已经完成约2700页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文本，将推动法案表决，标志拜登的基建计划初步达成。而拜登为什么突然要搞基建？除了和中国竞争外，最主要的就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拉动美国就业，有助于美国经济维持当前的复苏态势，但实际效果存疑。一方面，拜登缩水的基建计划无法弥补美国基建投资缺口；另一方面，拜登打算通过加税为基建计划融资，但这会降低美企全球竞争力，还会减少美企对内投资。此外，美国面临较高的通胀压力，如果就业好转，将推动工资水平上升，进一步推高通胀。对于美国而言，除了这些难以解决的阻碍，中国和俄罗斯还使出了狠招。美国和欧洲都在推动庞大的基建计划，期间需要大量钢材、金属材料，直接让他们基建成本激增。而且钢材、金属材料作为工业生产基础材料，价格浮动肯定会影响一系列行业，最终美国民众价格付出更多成本，这给美国通胀再加把火。中俄打出的组合拳也让美国急了。自3日起，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野鸡21海上军演，横跨17个时区，为40年来美海军及海军陆战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几乎亮出了所有家当。美军此举就是在向中俄传递信号，即美军可同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其实暴露了美军已经黔驴技穷的事实。然而美国却还是不愿放低姿态，对中俄进行极限施压，欺负到头上了，还指望中俄不反击。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将展开为期2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其范围涉及到全球17个不同时区的部队。除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外，届时参加此次演习的部队包括美国部署本土、非洲、欧洲和太平洋在内的共5支舰队，所涉及的人员数量高达2.5万人。据美国军方表示，这是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自美苏冷战以后，美国方面就几乎停止了全球范围内的演习，如今再次开启这么大规模的演习，显然有特殊意义。抛开当前美国国内疫情以及经济危机不说，近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在多个地区搞事情，前脚英国航母离开南海，德国驱逐舰起航前往南海，后脚美军就来这么一招，是打算自己亲自上阵了吗？值得一提，英国航母此次虽说进入南海，但却没有展开一场军事演习，也没有闯入中国岛礁，一副刻意避开中国红线的模样。不仅如此，德国驱逐舰还没来，就强调中德友好关系，绝口不提及南海，摆明了也是没想跟中国作对。且不管英德突然认怂的原因是什么，就从俄罗斯媒体的分析，此次演习的目的很可能是向潜在对手显示美国可以在不同战区应对挑战的能力，在展现自己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也是变相的在给包括英德在内的国家撑腰，告诉他们不要怂，增加他们与中国作对的底气。话说回来，结合美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动作，其规模确实不小，因此有美国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正在回到2战时期的方式。美国军方此次明确表态，这次演习只有美军参与，不包括其他国家。要知道，自2021年以来，美国不管干什么都喜欢拉上几个盟友一起，企图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可美国如今选择自己单干，不要任何国家参与，足以证明美国对这次演习的重视度。更令人警惕的是，此次演习要从战术层面延伸至战略层面，来测试美军指挥官整合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能力，以及从公海延伸至沿海，来考验美军协调的作战意识。对此，外界纷纷疑惑，难不成美军准备敲响战鼓，逼华出手吗？在分析看来，美军已经露出獠牙，很有可能是在做战争准备。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演习，紧逼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就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所言，既然美方极力破坏中美两军关系，与中国对抗到底，那中国会果断采取措施进行反制，一定奉陪到底。想先一步踹开中国大门，美军算是玩大了。对此，国人着急了。不过急的却是解放军什么时候先踹开美国大门。